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请通过6dobrief.com 订阅。国集团首脑首次发表声明，敦促中国负责任。日经亚洲，据报道，七国集团 G7 正在考虑敦促中国在即将发布的联合领导人公报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目的是在一系列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寻求合作。据报道，该声明将呼吁中国说明重建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动摇的国际秩序，并警告不要使用经济胁迫或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世卫组织新冠病毒高级调查员因性行为不端被解雇。金融时报，世界卫生组织 WHO 调查员彼得本恩巴雷克 Peter Ben Emborek 公开驳斥了 COVID-19 于2021年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理论，他因性行为不端而被解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花了几年时间完成的调查证据之后，他于2022年解雇了这位长期服务的科学家，还查明了针对 Ben Emborek 的其他指控。由于他所谓的受害者没有参与这一进程，因此无法充分调查。解雇是在对世卫组织文化和处理工作人员不当行为案件的方法日益担忧的情况下发生的。五一假期，中国旅游业反弹至疫情前水准。路透社，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五一假期期间的中国国内旅游反弹至疫情前的水准，国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70.8%， 总消费为1480亿元人民币，214.2亿美元。这些数位将被经济学家和资产管理公司视为衡量经济健康情况的指标。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今年将有 45.5 亿人次国内游，比2020年增长 73%。如果持续下去，该行业活动的增加可能会缓解对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担忧。中国在电动汽车充电专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日经亚洲，根据分析公司 Patent Result 的数据，中国企业提交的与电动汽车充电和电池交换相关的专利申请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从2010年到2022年，中国公司在该领域提交了41011项专利申请。布林肯说，他希望今年重新安排访华时间。路透社，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他希望从今年开始重新安排取消的中国之行。这次访问原计划于2月进行，但在中国向美国上空发射了一个高空气球后被推迟。布林肯说，他认为与中国在各级和整个政府重建沟通非常重要。最近，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在侵犯人权和贸易等问题上变得越来越紧张。中国与太空战略不稳定。外交官，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问题高级专家卡拉·弗里曼 （Carla Freeman） 博士表示，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正在给太空作为稳定的环境带来压力，并可能给使用核武器带来风险。中国和美国加快了对太空的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推进其科学、商业和安全利益的一种方式。美国还利用太空保障国家安全，如导弹发射和战略核支援太空基础设施。中国正在投资以获取优势，以挑战美国的能力。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发展太空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扩展到针对美国资产的反太空能力。弗里曼说，如果没有一个国际制度来解决太空拥堵和技术部署方面的新活动，太空中可能会发生一场工地悲剧。太空充斥着对使用空间具有不同兴趣的新参与者，技术创新正在改变空间的使用方式，可能使轨道空间混乱，并威胁现有卫星的空间碎片和计划中的巨型星座部署的数量正在增加，它们可能使空间的某些部分无法使用。监管不力甚至可能导致黑暗夜空的丧失。英国不能袖手旁观，因为中国发动了专制国家的新闻战争。英国每日电讯，昨天举行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记者仅仅因为工作而面临威胁、恐吓和监禁。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目前至少有363名记者入狱，而无国界记者组织的2023年新闻自由指数指出，7%的国家的新闻环境糟糕。仅次于北韩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民记者张展是因报道武汉爆发的 COVID-19 而入狱的几人之一，而西藏僧侣看到达赖喇嘛的教义在这个封闭的关键的国家受到压制。但是媒体自由的镇压没有哪个地方比香港更迅速和全面。
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民主报纸《苹果日报》被强行关闭，其创始人黎智英被监禁，资产被冻结。黎智英的儿子，他本人是英国公民，得到了一个似乎不愿意捍卫记者权利的英国政府的微不足道的支援。中国如何成为美国债务上限的蝎子问题？外交官，共和党主导的2023年限制、储蓄、增长法案已由美国众议院以217-215的党派投票通过，并提议提高该国的借款限额，尽管它很可能被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该法案的目的是启动与拜登总统及其政府的谈判，以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该法案非常强调对抗中国，特别是在实现能源独立方面，而提高债务上限的持续戏剧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反复出现的趋势。中国传统上是美国债务的最大外国持有者之一。民主党人批评共和党的支付中国优先战略，该战略将中国置于美国军事和经济之前，而共和党人则声称美国合并债务的利息支付将用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这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一些共和党代表甚至利用人权问题来论证美国能源供应链更强大的重要性。雅诗兰黛股价在中国经济放缓打击销售后暴跌。金融时报，雅诗兰黛连续第3次下调销售预期，因为它对亚洲复苏的缓慢性质表示失望。该公司现在预计，由于需求弱于预期，销售额将下降10%至12%，这种负面情绪抵消了欧洲和美国第一季度的更好表现。预计销售额的下降导致每股收益从4.25美元降至4.44美元至2.76美元之间。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6度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中国简报，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中国简报。